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皮，很久没有更新保文特别篇了。上次是说到小智得到冠军后，收到来自于四天王西巴的挑战信，小智自然是应战了，然结果却是有来无回。皮卡丘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大博士研究所，而此时2年前被小智救下的少女小黄赶了过来。通过大博士的测试后，小黄便带着皮卡丘一起踏上寻找小智的旅途。本期视频也由此展开。关东地区长白森林的河边，小黄正悠闲地钓着鱼。或许是因为等太久，小黄不由得打起了哈欠。皮卡丘也逐渐不耐烦起来，独自跑到森林里去了。与此同时，森林的另一个角落，宝可梦研究者郑辉为了前往长盘社，正徒步穿越森林。回忆起2年前自由的前往石英高原看小智联盟比赛，也走过这条路，心中不由有些感慨。就在这时，2道黑影从草丛中跃起，郑辉定睛一看，发现是双纳瓦斯和穿山王。心思敏锐的他立刻意识到，是2年前火箭的破坏使得森林的生态系统发生了改变。正在他盘算着把这一现象写成论文发表引起轰动的时候，又一个黑影跳出灌木丛，快速朝他冲撞过来。躲闪不及的他被撞到河里，沉重的行李大幅消耗着他的体力。郑辉慢慢下沉着，绝望间他努力抬起头，看现在造成这一事故元凶皮卡丘。这时皮卡丘才发现自己闯了祸，急忙跑到小黄身边诉说着事情。小黄让皮卡丘不要着急，自己摸了一下皮卡丘额头，顿时就知道事情的原委，于是赶忙和皮卡丘前去援救。小黄找来一条强韧的藤蔓，让郑辉握住。然而此时一只栖在水里的海刺龙被惊动，卷起了大漩涡。在这紧急关头，皮卡丘站了起来，连续的电磁波和电击将海刺龙电到头昏眼花。虽然电击起到效果，但绳子却断了。紧急时刻，小黄抢到了刚才钓鱼竿，他将宝可梦球绑上鱼竿，朝海刺龙挥去，还真的将它收服了。没有海刺龙卷起的漩涡，郑辉也就被救了上来。郑辉很感谢小黄，但小黄却让他感谢一旁的皮卡丘。而看这只皮卡丘，郑辉明确觉得这好像是小智的那只。想继续交流时，却发现小黄一门心思在刚收服的海刺龙身上。然而脱险的2人并不知道，此时此刻离自己不远的高地山坡上，四天王克拉正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他也发现这只皮卡丘正是小智与西巴一战中逃跑的那只，于是捕捉计划开始了。另一边的研究所，小雅打电话询问大博士，为什么要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小女孩。大博士却不以为然，在知晓了小黄的能力后，他很相信这个小女孩。他将一封信放到比刀身上，似乎是要送给什么人。再回到郑辉这边，刚帮海刺龙处理完伤口后，小黄就忍不住睡着了。满腔的疑问，郑辉也不知道问谁。看到皮卡丘在那里闲逛，于是便主动打起了招呼：“皮卡，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郑辉啊！”然失忆的皮卡丘却认真在套近乎，于是一发电击让郑辉怀疑人生。皮卡丘这边没着落，身为研究者郑辉则研究起了小黄的鱼竿，他被鱼竿的奇特构造震惊了。再回头看海刺龙，发现刚才伤痕累累的海刺龙已经基本痊愈，这跟在保姆中心恢复的速度一样快啊！加上和小智同名的皮卡丘，郑辉现在是一团雾水。而此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能把那只皮卡丘交给我吗？”克拉此时站在山坡上，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他派着白矮狮使出极光术，一顿操作让郑辉冷得直哆嗦。在睡梦中的小黄也跟着惊醒了过来。郑辉很纳闷，直接问道：“为什么要针对皮卡丘？”克拉嘿嘿一笑：“你们知道小智和四天王西巴的战斗吧？和四天王战斗，不管他是什么联盟的冠军，也不会是对手。只是出了个意外，有个东西从对岸中逃了出来，回到真人镇。”说着，他朝皮卡丘瞟了一眼。四天王的战斗不容一点瑕疵，不能放过任何宝可梦。这番回答掐解了郑辉心中的疑惑。果然，这个皮卡丘就是小智那只。但来不及多思考，克拉已经指挥白矮狮再次袭来。之前胡乱攻击，其实为了给自己制造一条从山上下来的完美拼路。眼看着克拉就要过来了，小黄立马唤出了嘟嘟，利用他尖利的牙慧把冰块劈成2半，在施以力时，使冰块反朝着克拉飞去。克拉自然不会被这种攻击伤到，白矮狮轻松击碎冰块，巨大烟雾瞬间弥漫整块场地。小黄和郑辉趁此逃跑了。山洞内，小黄告诉郑辉刚刚克拉所说的都是事实。郑辉很惊讶，身为冠军小智竟然输了，但立马又回过神来问小黄到底是谁。小黄告诉郑辉，是大博士委托自己带着皮卡丘来找小智的。郑辉觉得这一切实在太乱来了，光凭一个小女孩怎么可能战胜四天王？然此时小黄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说巧不巧的，克拉那边已经展开了行动，嘎吱嘎吱的声音越来越响亮。郑辉意识到克拉已经大致发现2人的藏身处，希望通过到处攻击的方法把2人引出来。此时一声巨响，他们所处的山洞底部露出一个大洞，巨大的冰块封住2人的退路，将他们困在洞穴里。随着时间推移，冰块散发出的寒气
不断侵蚀着两人心理防线。洞穴底部的锋利冰锥更是犹如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坠落。郑辉向小黄提议，能否像之前那样让嘟嘟把冰啄开。小黄思考了片刻，摇了摇头。我们只要出去就会受到飞弹攻击，而且我们所处的位置也会暴露，眼下不能强行突破，只能从这里入手了。郑辉顺着小黄手指方向望去，那里有条裂缝透着光，可是缝隙太窄，人根本无法通过。看出了郑辉心里的疑问，小黄微微一笑，将皮卡丘输入保温球中，粘在鱼竿上，将球从缝隙中扔了出去。随时紧接着，克拉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刺甲贝和白石的攻击同时倾下而下。就在攻击要到达一刹那，小黄急着拉动鱼竿，将皮卡丘的球收回裂缝中。接着，小黄抚摸着皮卡丘，喃喃自语：“敌人是2只宝梦。这些威力巨大冰飞弹是刺甲贝的尖刺加农炮和白石的急流光线组成的。那么，只要解其中1只宝梦，冰飞弹就不能使用了。”智慧听了很是惊讶，向他询问为什么能知道皮卡丘看了景象。小黄解释道自己能略微感受宝们的心情。时间过去很久，在对手克拉仍不慌不忙，因为他知道两人不可能在自己严密的监视下逃走，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果然，一个包蒙球再从山洞中扔出，白热的刺甲贝第一时间向他发出了冰飞弹，准确地命中包蒙球，卷起巨大的烟雾。然而，就在克拉为命中目标而心仪的时候，又一道身影从烟雾中窜出，小黄和郑辉正骑着嘟嘟冲了出来。克拉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回头一看被击中的保姆球，发现是空的，这才明白自己中计了。我等他来得及愤怒，皮卡丘已经冲到面前，一发电击起来。虽然刺甲贝即使用缩壳避免了致命伤，但效果拔去电属性攻击还使他麻痹了。这样一来，光靠白矮狮就无法发出威力巨大的冰飞弹了，所以两人又有了逃生的机会。克拉意识到刚才攻击明显是特意针对刺甲贝的，他们在出动之前似乎就明白了，只要封住其中一个宝可梦就能阻止冰飞弹。抱着这个疑问，克拉恼羞成怒地向小黄发起了连续攻击。郑辉提议让嘟嘟发起反击，但是小黄却说快跑，我打不过他。而郑辉却认为小黄只是不想让自己和敌人受伤，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克拉也意识到了眼前的对手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训练家，他让小黄报出自己的名字，小黄还真的回应到了。小黄带长盘丁香。另一边，很久以前的小南通过胖丁偷听到了这一谈话，直接吐槽傻瓜，说了多少次不要说自己名字。不过按他那傻乎乎的样子也隐瞒不了多久，追击还在继续着。克拉的白矮狮一边追一边用冰光铺出一条冰路，在上面滑行速度竟然比以速度快出生的嘟嘟还要快一些，眼看着就要被追上，这时候小黄只能慌不择路地逃到水中。郑辉认为这下完了，现在可是敌人的天下了。克拉利用白矮狮吸引巨大波浪，换出休整后再次恢复体力的刺甲贝，使出极光束将他们脚下的水面全部冻住。就这样，两人和嘟嘟一起随着掀起的波浪被困在空中，无法动弹。见此情况，克拉大笑不止，他走到小黄身边问道：“你告诉我，为什么之前你在洞里却知道洞外的情况？是因为你能看到皮卡丘看到的情形吗？”小黄没有回答，只用坚毅的眼神望着克拉。克拉见此，继续追问：“你现在这个能力达到什么地步了？是若有若无的读懂皮卡丘，还是能完全把握皮卡丘过去的记忆？之前我告诉你，小智和之霸战斗失利的时候，你的眼神就告诉我，你对那场战斗并非毫不知情。是通过皮卡丘知道吧？你不回答也没关系，今天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死。”就在克拉即将下杀手的时候，一阵异响传来，小拉达将冰层咬断，两人从空中落入水中，向远处逃去。克拉大吃一惊，立马想去追赶，然而此时一道身影拦住了他。逃跑的小黄和郑辉两人还心有余悸，郑辉都不禁夸赞小拉达必杀门牙太厉害了。小黄得意道：“这可是我第一个朋友，是个很特别的家伙。”另一边石英高原，克拉和橘子正视频通话中。克拉说道：“这次是自己大意了，小黄这个女孩非常不简单，万一她真的掌握了之前皮卡丘的记忆，那我们可就危险了。原本我只打算抓皮卡丘，但现在要增加一个目标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小黄的冒险还将继续下去。